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上期节目呢，咱们讲到了威士忌和它的3种简单的家庭调酒。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继续来讲酒类百科，说一说琴酒。同属于6大基酒之一的琴酒呢，又称为金酒或者杜松子酒，是人类第一种为特殊目的所制造的烈酒。那么什么是琴酒呢？根据定义，琴酒就是浸泡过杜松子的烈酒。除了这唯一的一句定义以外，对于琴酒的其他特性，比如酒精浓度啊、陈年时间、酿造方式等等，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这也使得目前市面上的琴酒类型非常的五花八门，各种颜色、酒精度的都有。琴酒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公元15至17世纪的欧洲大航海时代。当时的大英帝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开设的东印度公司产业遍布了东南亚。于是呢，产自于东方的香料、茶叶、草药等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了欧洲，并很快成为了当时酒厂生产烈酒时用来增香的主要原料。然而在这些原料中呢，最重要的一味杜松子可是拥有着超长的历史。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有记载，杜松子拥有消胀止咳的功效，于是人类会采集杜松子来治病，或者浸泡于油膏当中制成精油来使用。公元9世纪时呢，蒸馏技术传进了欧洲，意大利萨拉诺地区呢就有修道士运用蒸馏技法提炼酒精，并用它来保存草药，其中呢就包含了杜松子。当时的一本医疗著作《萨拉诺药理概要》就收录了一款以水果酒浸泡杜松子的配方，被视为杜松子酒的前身。公元1660年时呢，时任荷兰莱登大学教授的病理学家法兰西斯·希尔维乌斯博士，第一次正式的在白纸黑字上记录了一款杜松子酒的制造配方，被后人认定为琴酒正式被创造的时刻。当时呢，身为人体循环系统与组织学权威的希尔维乌斯博士，是为了创造一款药物来解热和治疗痛风的，于是呢才编写了这款杜松子酒的配方。这一配方呢，起初只是作为药用，并没有被广泛的商业化销售。但实际上，真正让这款酒商业化成为一种饮品的，却另有其人。在杜松子酒被研制出来并被用作医疗用途一段时间之后呢，与希尔维乌斯博士同时代的荷兰人路卡斯·博斯敏锐地看出了这种配方在商业上所拥有的无限价值。于是呢，他在原本的酒的配方当中加入了一些糖，制造出了一款口味更甜、更容易被大众消费者所接受的酒精饮品。在得到了市场的肯定后呢，快，博斯便建立了博斯酒厂，一直到今日仍然是荷兰式杜松子酒的主要生产大厂。起初呢，使用了这种杜松子和其他草本香料制造而成的烈酒，只被人们称为是杜松子酒。而琴酒这一词正式在文献中出现，是在1714年出版的《蜜蜂的预言》这本书中。这本书中呢，有一些诗句使用了琴酒一词来描绘一款来自荷兰以杜松子制成的烈酒，恶名远播，会给人们带来恶魔。这也反映了当时那个时期呢，琴酒的确是给人们带来了一段时间的社会混乱。1730年的伦敦每年都能生产出大约500万加仑的琴酒，而其中超过90%都被市民们喝掉了。到了1750年，伦敦因为酗酒而造成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有的母亲因为贫穷瘦弱，甚至没有奶水喂养孩子，而在琴酒远比牛奶便宜的情况下，有些母亲竟然以琴酒代替奶水来喂养孩子。这种夸张的行径被称作荒唐琴酒娘。还有母亲呢，会把孩子身上的衣服都卖掉来换琴酒喝，满大街都是醉酒的人和喝光了的琴酒瓶。英国著名讽刺画家威廉·赫加斯在1751年画下的《琴酒巷弄》就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伦敦的琴酒乱象。为了制止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呢，英国在1729年至1760年期间总共进行了6次针对琴酒的法案改革，最终取得了成功，拯救了无数的酗酒者，也让琴酒找到了新的方向，开始改走精致化路线。在酒吧中被用作高档鸡尾酒当中的基酒被人们品尝。
也就是从那时起呢，琴酒开始出现了各种五花八门的变体。时至今日呢，人们能比较容易接触到的普通琴酒就高达了10几种，每一种都风格特异。那我这里呢就简单跟大家来介绍几种在调酒当中比较常见的琴酒种类吧。首先呢，目前最 popular 的琴酒种类呢就是伦敦干琴酒了。所谓的干呢，是指酒的风味偏向于不甜的意思，而并非真的很干。这种叫法在酒类当中其实很常见，比如说干味美思就是相比于普通款更不甜的加烈葡萄酒。那么伦敦干琴酒呢，通常是先使用谷物、甘蔗或者糖蜜作为原料蒸馏出来的高度数基酒，然后呢再加入以杜松子为主的多种植物香料一起2次蒸馏而成。至于这香料的配方呢，就是各酒厂的最高商业机密了。起初呢，只有伦敦本地酒厂生产的琴酒才能被冠上伦敦干琴酒这个名字，而后来全世界各地的琴酒厂只要遵循原先的生产流程，甜度尽量低，就可以称自己的酒为伦敦干琴酒了。这也是为什么伦敦干琴酒是目前最流行的琴酒种类了。酒吧中最常见到的天加利啊、孟买蓝宝石和毕福达都是典型的伦敦干琴酒。第二种就是荷兰琴酒。荷兰琴酒迄今为止呢，一直维持着最原始的配方，要求厂家以麦芽酿制，蒸馏出来基酒后呢，再添加多种草本香料后，就成了荷兰琴酒了。但荷兰琴酒的口味是非常的甜的，香料的气味也非常重，通常呢只拿来直接加冰饮用，不常作为调酒时的素材使用。下一种就是普利茅斯金酒了。普利茅斯金酒呢，是一种在英国西南部的普利茅斯生产出的金酒，相较于普通的伦敦干金酒，源自于芳香金酒的普利茅斯金酒只使用带有甜味的药用植物作为素材，因此杜松子的气味并不如伦敦干金酒那么明显。而且与伦敦干金酒不同的是，普利茅斯金酒是一个有产地限制的金酒种类，必须在普利茅斯城范围之内制造出来的金酒才能挂上这个名头。最后就是熟成金酒了，也叫统陈金酒。19世纪中期以前呢，酒厂是不允许直接贩售瓶装琴酒的，因此生产出来的琴酒都是装在木桶当中运送到零售商手中的。由于运送的路途常常十分遥远，需要几天甚至几周才能到达，这也就使得部分琴酒在最终装瓶时呢，会常常带有淡淡的木桶风味。起初这种琴酒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然而到了今天，琴酒如此多样化的情况下，再加上大众追捧威士忌的潮流，于是很多酒厂呢开始变换思路，使用木桶来陈酿琴酒，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而和威士忌一样，各式不同的酒桶也能带给琴酒更多有趣的风味，比如说波本桶的爆米花香、雪莉桶的果香，以及泥煤威士忌桶的烟熏泥煤味等等，也是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期节目呢，我会带大家来手把手制作几杯简单的家庭琴酒调酒。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